现在是2025年的最后1个小时了，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而且今天的话，我们这里降温，外面的话只有零下4、5度的一个气温，而我们店里现在已经坐满了顾客。我保守估计的话，现在我们店1楼得坐了40多个顾客，连门口这都已经摆了一桌了。这一桌顾客玩的桌游是宝可梦版的璀璨宝石，然后里面这一桌玩的是普通版的璀璨宝石。璀璨宝石在我们店还是非常火爆的一个桌游，他们已经连续玩了6个小时了。最夸张的还是这个小桌的位置，这个小桌坐了10位顾客在这里玩阿瓦隆，我们原本已经没有位置了，他们强烈要求用小桌再开一桌10人局。然后大电视这个位置的话，再放 B 站的跨年晚会，差不多也得有个10几个顾客在这里看。感觉我们店现在有一种小时候过春节的感觉了，就是外面零下4、5度的气温，然后屋里面很暖和，有人在看春节晚会，有人在打麻将，有人在打扑克，然后还有人在嗑着瓜子聊着天儿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。现在是12月31号的上午12点，我和老板娘刚过来的时候，我人都傻了。今天可是一个工作日，为什么人会这么多？你笑什么？别拍我了！你笑什么？我不想说话了。哎呀，还得是自己的父母了解自己的孩子。这个非常好吃，它有一股那个一根果什么，那肯定好，那肯定好吃，大菜爸妈带来的。嘉欣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吃。我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你说好吃。干活已经干傻了，这孩子。你的浓度太高了吧？小朋友一己之力拉高了咱们店的2次元浓度。大家知道吧唧吗？就是我们店顾客书包里的这个小圆铁片，他告诉我说他这里面最贵的值900块钱，就这个能卖900块钱吗？对，这一个900。对，这一个900。900。对，900。小鹏，你突然让我觉着我那个200买的8音盒非常的值。今天店里来了好几位广东的顾客，还给我们带了广州的莲香楼糕点，说是他们当地比较出名的了，说里面的鸡仔饼和凤梨酥非常的好吃，尤其是鸡仔饼。但是他们好像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南北的口味其实是有差异的。刚入嘴是咸味儿，后来慢慢的是一股淡香味儿和一点点的甜味儿。这个咸味儿是那种肉的咸味儿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怎么那么奇怪啊？这个味儿，感觉有种吃了一口没熟的饺子馅儿的那个肉。再给你个潍坊人尝尝。我觉得还行，你觉得还行？还行，不是高情商说法。就这个炸肉，关键是炸肉，这个炸肉，大概是炸肉。你会回购吗？我不会回购。这个鸡仔饼真的太神奇了，它虽然是个点心，但是它的肉味特别正，它的咸和香都是肉的咸和香味，但是它的甜味和淡香味又是点心的味道，属于是肉和点心相混合了，北方人真的很难接受。我特别想问屏幕前各位广东的朋友，就大家平时会买鸡仔饼吃吗？是不是我们店里顾客觉得它很猎奇才给我们带的呀？哇，你手好巧呀！这个是喜羊羊大电影那个兔年顶呱呱里面的苦瓜大王。哇，你自己吃的吗？这喜羊羊有灰太狼里面的。对。你知道我以为这是什么？我以为这是数码宝贝里面那个。现在楼下大厅已经全坐满了，有4桌在玩桌游的顾客。这一组的话在玩卡坦岛，是我自己用3D 打印机打印的版图，是那种立体的，特别有沉浸感。自从天冷了之后，店里从来就没有做饮料做过这么多过了。没想到今天饮料卖的特别好，到现在为止的话就已经卖了将近40杯了，可能努力的话最后能卖个8、90杯，这下是真的要变赛博茶馆了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好，鼓掌的声音小一点，好，没有人鼓掌。今天小鹿来店里玩了，还给我们带的草莓。说到草莓的话，老板娘吃草莓有个超级奇怪的习惯。我们正常吃草莓的话，都是从草莓的头开始吃，但是老板娘喜欢从草莓的屁股开始吃。有跟老板娘一样习惯的人吗？请在弹幕上打个1。反正我至今为止的话，我没有见过第2个。你欣姐是我见过唯一一个吃草莓从屁股往上吃的。第2个就是你吃到最后口里是最甜的。我们都是先甜。
甜了，后面那块吃起来就没有滋味啊，你这样吃会有期待。可以，有道理。我收集图鉴回来了呀。收集回来了，说是。哇塞！你收集了1本回来。今年的拼豆超级火爆，但其实我们店很久之前就开始玩拼豆了。老板娘在5年前就用拼豆做了宝可梦初代红黄蓝的151只宝可梦的拼豆，然后去年跨年的时候，池老师送了我们宝可梦第2世代金银的100只宝可梦的拼豆，然后今年跨年的话，又给我们做了第3世代宝可梦红蓝宝石的135只宝可梦的拼豆。这个拼豆其实拼起来是很耗费时间和耐心的，这135只拼下来，我觉着保守估计也得大几10个小时。老徐干嘛去了？老徐还有一活。啊？还有活。干嘛去了？来，给你猜个谜。说实话，我觉着我们店里的顾客都太有活了。我说他们这几天怎么在这鬼鬼祟祟的，好像在瞒着我什么事，原来在这里给我准备整一个大活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游戏。这么夸张吗？这么夸张吗？乃街头霸王也。哎呦我去！你找人调动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别人不会多想你吧？我说实话，我看了他2分钟之后，我有点不想玩不知火。我本来觉得不知火舞长得挺好看的，现在我对他已经看着有点难受了，已经。都把自己的脸安在上面我了。做噩梦晚上。哇，终于黄金了！这个果然好使。有了它之后，我的火舞简直如鱼得水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实力上升。你们这回来坐哪儿啊？你们这回来，没事，站着。你们这回来只能站着了。站着吧，站着。坏了，感觉自己年纪确实是大了。我们店里顾客在合唱这一首歌，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。然后这个剧的话，我也从来都没有看过。大家知道他们在唱的是什么吗？我是94年的，我压根儿就没有听过这首歌。真的太离谱了！我们店里有带吃的来的，有带电脑来的，有带游戏机来的，但是我第一次见有顾客自己带着板凳来的，而且他这个板凳还真的用上了。你对明年有什么展望？我觉得天哥得猜我说结伴的事儿，我觉得新年得猜我说抽象的事儿，但我说正常的事儿，我想涨工资。这么务实吗？小吕明年有什么展望？春丽，练春丽。我去，小吕这个展望更切实际。小贤，你对你明年的展望是什么？没有展望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对你自己2026年的展望是什么？少弄坏几个沙发。哎，这个很实际，这个很好。可以。小塔到，问问小塔店明年有什么展望？好好活着。可以让成功从2025年做到2026年。努力干活。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每个瞬间，再来给孩子宽宽笑谈。啊，这也说明了一件事儿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事情，要接受不完美才能活得快乐。是的，太有哲理了。这个字儿写的丑，也有丑的道理。哎呀，讲两句。我希望2026年这个店里，就是营业额比2025年多1块钱就行。好，我主要是有2个目的。
第一个目的就是我希望2026年比2025年要好一点，哪怕好那么一点点，就我们大家都要更进步一点。然后第二个目的是我不希望2026年我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最后我想用我很喜欢一个游戏里面的一句台词结束2025年。既然我们无力改变，那又何必再忧心忡忡？就是大家在2026年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，我希望大家不要焦虑，用心做好眼前的事就可以了。祝大家2026年中一切顺利。好。今年最后一个问题，现场有50个人，横切几刀，竖切几刀。这玩意儿能。2026年已经开始了，其实对于26年的话，我还是挺期待的，因为26年有很多多人的游戏要发售，还有我期待了很多年的单人游戏要发售，而且26年还有世界杯，希望大家在26年还能和我们一起见证这一切。最后再祝大家2026年新年快乐！哇，今天好多人呀！2026年的第一次人大集，队伍好壮大呀！最豪华的一次，最豪华的一次。现在是2026年1月1日的凌晨1点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非常感谢大家过去这一年的陪伴，那么下期视频再见吧。